药妆店里卖的最好的那样东西，站柜台的药师自己绝不买，而且这还只是他拒买清单5样里的其中一样。晚上9点40分，台北东区一家连锁药妆店，我们跟着一位刚下班的药师走进来。先说清楚，他不是单独某一个人，而是多位受访药师和论坛上药师心得合成的视角。不同的店，不同的城市，说法却惊人的一致。这位药师在柜台后面站了超过10年。10年是什么概念？台湾的药局和药妆店这几年开得比便利商店还凶。有媒体统计过，全台药局的家数已经超过小七。屈臣氏在台湾开到大约580家，康是美大约490家，宝雅也有409家。整个药妆市场一年规模上看2000亿台币，而他就站在这2000亿的最前线，一天看几百个客人提着购物篮走过。有趣的是，下了班他也是客人，他也逛自家的店，也领员工价，但他逛的方式跟我们完全不一样。我们逛药妆店看的是特价，买1送1，限时3天。他逛药妆店看的是成分、剂量，还有那件商品为什么被摆在那个位置。多位受访药师都讲过类似的一句话：这间店里有几样东西卖得特别好，但我自己一样都不会买。今天我们就跟着这个柜台后的视角，把其中5样东西一样一样点名，从第5名到逐数，每一样我们都要搞清楚2件事：它为什么卖得这么好，以及为什么站在柜台后面的人自己绝不掏钱。出发之前，先记住一个位置，柜台前面那一排灯光打得最亮的货架。零售业有个行话叫黄金陈列区，就是跟视线平行，伸手就拿得到的那一层。等一下逛到最后，我们还会回到这排货架前面，因为第1名就住在那里，而且偏偏是全店卖得最好的常胜军。好，跟着药师从门口出发，门口第一站先闻到洗衣精的味道。奇怪了，药妆店为什么要在门口堆洗衣精和卫生纸？这不是药，也不是妆。答案是行话里的带路商品。这些东西几乎不赚钱，有时甚至赔本卖，目的只有一个，让我们养成走进来的习惯。你为了一串卫生纸进来，出去的时候购物篮里多了3样本来没打算买的东西。再往里走几步，会员招募的立牌，几点换购的海报，满额加购的告示，一路排开，每一张都是研究过人性才贴上去的。药师笑说，门口这些都只是暖身，真正的战场在店的中段和柜台前。我们往里走，走到冰柜前面，第5名出现了，退火饮品，青草茶、苦茶，还有各种挂着降火气3个字的瓶瓶罐罐。我们给它取个绰号叫罐装寒流。为什么卖得好？太简单了，台湾的夏天动不动飙到37度，嘴破、喉咙痛、睡不好，长辈一句你火气大，答案仿佛就出来了。一瓶230块，铜板价，冰冰凉凉，喝下去喉咙马上舒服，这钱花得多痛快。而且冰柜通常摆在动线必经之处，排队结账都会经过。夏天一到，这一区的补货速度，用看的就知道有多惊人。那为什么药师自己不买？多位中医师受访时把话讲得很直白，火气有2种，实火和虚火。年轻人熬夜烤肉喝酒上火，那种偏实火，喝点青草茶或许还对路。但现代人，尤其我们这个年纪，大部分的火是虚火，是累出来的，熬出来的，身体底子其实是虚的。虚火的人把寒凉的东西一罐一罐灌下去会怎样？有中医师形容，体质虚寒的人喝了过于寒凉的茶饮，肠胃阳气更虚，容易恶心、胀气、拉肚子，越喝越虚。你以为在灭火，其实是往一间已经受潮的房子里泼水。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，就算体质适合，也有量的问题。有中医师受访时给过具体数字，一次最多300cc， 一周最多2-3次，而且最好中午以前喝完。300cc 是多少？大概就是市售1瓶的量。也就是说，那种一次买1提，天天当水喝的喝法，连体质对的人都不建议。苦茶更狠，苦茶是在青草茶的基础上，再加进更寒凉的药草，寒度更上一层楼。中医师直说，肠胃功能弱的人最好别碰。
有中医师还提出一个简单的自我检查法，喝完这类饮品，如果出现胀气、拉肚子、手脚更冰冷，那就是身体在抗议，代表这铁退火，根本不对你的体质。与其硬灌，不如换成温和一点的选择。真的燥热不舒服，找中医师把个脉，比自己乱配药水实在。药师站在柜台后面看了10年，看过太多人喉咙痛不找原因，一直用退火把症状压过去。他心里清楚，嘴破2周不好，喉咙痛反复发作，该做的是去给医生看一眼，而不是继续搬一提罐装寒流回家。公平讲一句，青草茶不是坏东西，它在台湾民间喝了上百年，体质壮实的人夏天拿来解暑，喝得对是一种享受。问题从来不在那瓶茶，在于我们把它当成万用灭火器。这是第5名，往里走。第4名，藏在顺畅2个字后面。保健食品区的第1排，我们遇到第4名，酵素定。包装上通常印着满满的蔬果，写着代谢、顺畅、轻盈，我们叫它顺畅魔术师。它为什么卖得好？因为它让人联想到2个字，而这2个字它从头到尾没写出来，减肥。我们回想一下，酵素产品的广告词永远在打擦边球，代谢、排空、轻盈有感，每个词都合法，每个词都让人自行脑补成吃了会瘦。过完年，吃完喜酒，这一区的销量就往上冲。更厉害的是，它真的有感，很多人吃了隔天就顺畅，马上变成忠实客户，一罐接着一罐，一罐动辄6700块，回购率还高得吓人。难怪货架上的酵素品牌越开越多，日本的、台湾的，标榜蔬果发酵几百天的，一字排开像选美。哪知道现实在这里反转了。营养师在健康节目上破解过这个魔术。酵素的本质是帮助消化，它不会去烧你的脂肪，吃了觉得代谢变好，有一部分只是食物消化时本来就会产生的摄食产热效应，跟酵素本身没有太大关系。那一吃就顺又是怎么回事？营养师点破了关键，如果一吃就非常有感，甚至会拉肚子，就要考虑是不是产品里添加了缓泻成分，是那些配角在做工，不是酵素本人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以为买到的是魔术师，其实有感的部分可能是助理在后台拉绳子。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，酵素是蛋白质，我们的胃是一缸强酸，吃下去的酵素很多在胃里就被分解的差不多了。这也是为什么专业人员对吃酵素养生这件事普遍态度冷淡。药师自己怎么看？多位受访药师被问到哪些保健食品你自己不吃的时候，酵素类经常上榜，理由很一致。真正消化不良，有医师可以开的消化酵素制剂，想顺畅，多喝水，多吃菜，多走路，便宜又实在。想变瘦，酵素帮不上这个忙。公平讲，市售酵素的添加成分依规定都得标示在包装背面，缓泻类成分也不是毒药，短期使用有它的角色。问题是我们买的时候只看正面的水果图，很少有人翻到背面看那几行小字。药师说了一句很内行的话，正面是行销，背面才是产品。记住这句话，因为等一下讲到第2名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有时候连背面那行字都不一定是真的。继续走，第3名在药品区，是一个我们从小听到大的名字。药品区的架上，第3名站得整整齐齐，止痛加强定。这一次不是保健食品，是正牌的药。它为什么卖得好？2个字，加强。同一个牌子，一般定和加强定并排放在一起，头痛欲裂的时候，我们会拿哪一盒？大部分人拿加强定，贵一点没关系，痛的时候谁跟你省钱？这个心理广告打了几十年，早就深入骨髓。卖到什么程度？看涨价就知道。2019年3月，媒体报道普拿疼4款药品调涨15到20元。2024年6月，又宣布7月起再涨一波。止痛加强定10定装，建议售价来到185元，20定299元，30定430元，每盒涨9到20元，赶10年内连续涨价还不怕掉客人，这就是品牌的底气。消息一出，有媒体直击好事多，出现囤货潮，卖场只好寄出1张卡限购2盒。为了止痛药抢购限购，
这待遇跟疫情时的口罩有得比。好，现在我们来拆解，猜猜看，加强定跟一般定比，到底加强了什么？是止痛成分加倍吗？答案是止痛成分乙酰氨酚，2种都是500毫克，1毫克都没有多。加强定多出来的是65毫克的咖啡因。65毫克咖啡因是什么概念？一杯普通的美式咖啡，咖啡因含量就轻松超过这个数字。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，咖啡因也不是来打酱油的，药理上它能增加胃黏膜血流，加速药物吸收，让止痛效果来得快一点、久一点，这是有根据的。仿单上写得清清楚楚，产品本身完全合法。问题出在哪？出在值不值和适不适合。医师受访时把人分成2种，常喝咖啡的人，身体对咖啡因早就麻痹，这65毫克下去几乎无感，多花的钱买了个心安。不常碰咖啡的人更麻烦，对咖啡因敏感的人吃了心悸、手抖，晚上睡不着，头是不痛了，人却更不舒服。孕妇和哺乳中的妈妈，专家更是直接建议避开这类复方。那药师自己头痛吃什么？多位药师和医师受访时给过同一个省钱的替代方案，吃1颗一般定配1杯咖啡，效果就跟加强定相当。更内行的还在后面，有医药背景的专业人士在社群上分享过，乙酰氨酚这个成分早就过了专利期。药局里同样500毫克的学名药，1颗大概2块钱，品牌药换算下来1颗10几20块，同一个有效成分，价差将近10倍。当然，品牌大厂有它的品质、管理和信誉成本，调价也是依规定送审核定，这些都没问题。药师只是想提醒我们，付出去的钱里面有一大块付给了那2个字加强。站在柜台后面，他看过有人一次搬3盒加强定，也看过老人家一天吞好几颗还嫌没效。他知道真正该讲的是乙酰氨酚一天有摄取上限。医师受访时再三强调，过量会伤肝，吃酒配药更是大忌。止痛药吃了几天还压不住的痛，身体是在报警，该去挂号检查，不是继续加码。顺带一提，同一排货架上还有各种感冒糖浆和综合感冒药，很多也都是复方，里面同样含有乙酰氨酚，头痛吃1颗，感冒又灌1瓶，成分叠着吃，上限不知不觉就破了。这种叠加的风险，包装上不会用大字告诉你，但柜台后面的人天天在留意。第3名讲完了，接下来这2名才是这趟逛店的重头戏，因为他们卖的是我们50岁以后最舍得花钱的2样东西，眼睛和安心。在走到下一个货架之前，药师先带我们看一个数字。你知道药妆店里毛利最高的是哪一区吗？不是药品，药品的毛利其实很薄，答案是保健食品区。业界估计毛利率上看40%。2022年，台湾保健食品市场规模冲破1600亿，2023年来到大约1756亿，比很多产业的产值还大。这么肥美的市场，每一家通路都想多咬一口，所以我们会看到保健食品永远占据店里最好的位置。母亲节、周年庆堆成小山，限时3天加赠的牌子换了又换。有电商业者直言，限时加赠是最有效的打法，不用真的降价，又能制造现在不买就亏的急迫感。柜台后面呢，连锁药局和药妆店的药师很多是要扛业绩的，有药师用笔名出书爆料过这个行业的潜规则，也有药师在论坛上诉苦，说专业明明是咨询，考核却是看销售数字。这一行的压力大到什么程度？2024年有财经媒体报道，药局业主开出月领7万、月休13天的条件，还是找不到足够的药师，缺人加上业绩，站在柜台后面那个人其实比我们想的更累。我们不是要说站柜台的人都在骗人，绝大多数药师守着专业底线，但我们得知道一件事，货架的摆法，那张特价牌，那句这个现在买最划算，背后都有一套精密的设计。看懂了这一层，再来看第2名和第1名，眼睛会完全不一样。保健食品区的正中央，视线的高度站着第2名，高剂量叶黄素，我们叫它数字选手，因为它的行销只做一件事，比数字。为什么卖得好？
因为它精准打中50岁以上的人最怕的一件事，眼睛坏掉、老花、飞蚊、手机、平板看整天，谁不怕？于是叶黄素成了中年人的国民保健品，而货架上的竞争方式简单粗暴，你加10毫克，我加20毫克，他家直接印上30毫克高剂量，我们自然而然觉得数字大的比较有效，贵一点也认了。可就在所有人以为剂量越高越好的时候，第一个反转来了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做过大型临床研究，研究采用的配方是叶黄素10毫克搭配玉米黄素2毫克，这个组合后来被业界称为黄金比例，不是30，不是50，是10+2。台湾卫福部的态度也很清楚，叶黄素每日摄取量不宜超过30毫克。专业药师网站和营养师普遍建议，日常保养1天6到10毫克就够，重点是天天吃，连续吃，吃上3到6个月，让它慢慢累积，而不是一次吃大剂量。换句话说，高剂量3个字在行销上是加分题，在科学上根本不是重点，哪知道更狠的还在后面。第二个反转比第一个难堪多了。食药署做过一次市售胶囊定状食品的叶黄素含量调查，抽验13件产品，结果有6件的实际含量低于标示值的80%，其中3件连标示值的20%都不到。最夸张的那一件，实际含量只有标示值的 0.3%。 0.3% 是什么概念？包装上如果写30毫克，里面实际上连 0.1 毫克都不到。我们以为买到的是数字选手，结果买到的是空气选手。有人可能想问，这样不会罚吗？会，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28条，标示不实可以开罚4万到400万，产品限期回收改正。法规是有牙齿的，而且那次抽验也确实有7件是合格的，而且风向正在变。有健康媒体报道，食药署已经出手整顿这块上千亿的灰色地带，要把保健食品分层纳管，终结只讲功效不讲成分含量的广告乱象。对认真做产品的业者，这其实是好消息，对浑水摸鱼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。但药师的视角是这样，罚款是事后的事，钱是我们先花的。站在货架前面，没有任何人能用肉眼分辨手上这一罐是合格的那7件，还是只剩 0.3% 的那一件。所以内行人怎么挑？多位药师给的建议出奇一致，不要被大字的剂量迷惑，翻到背面看成分表，挑有明确标示叶黄素形态与含量，拿得出检验报告的产品，剂量抓在保养范围就好，胜负在天天吃。还记得教述那一段的话吗？正面是行销，背面才是产品。到了叶黄素这里，还要再补一句，连背面的数字都要挑过才能信。药师看着这排数字选手，说了一句让我们印象很深的话，这一区卖的不是叶黄素，是恐惧，怕眼睛坏掉的恐惧。1毫克可以卖得比黄金还贵。深呼吸一下，接下来我们要走向柜台前那排灯光最亮的货架了。第1名，全店的销售常胜军就在那里等着。回到店门口附近，柜台正前方，黄金陈列区，灯光最亮的那一排，第1名，综合维他命。我们给它取的绰号叫安心罐。它有多会卖？在1600亿的保健食品市场里，维他命类年年都是销售大宗。母亲节送妈妈，过年送长辈，出国前顺手带2罐。它是保健食品里的送礼之王。各大药妆通路的周年庆档期，这一区永远是主战场。为什么卖得好？因为它卖的东西太美妙了，一罐搞定。现代人谁敢说自己营养均衡？外食、应酬、青菜吃不够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点亏欠。综合维他命就是那张赎罪券，1天1颗，从维生素 A 到锌，通通有，吞下去心就安了。可就在我们以为这是最稳妥选择的时候，柜台后面的人摇头了。有药师受访时公开讲过自己不吃的保健食品清单，综合维他命赫然在榜上，理由听起来很反直觉。正因为它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有一点点，代表每一样的剂量都只有一点点。药师的说法大意是，里面每种营养素的含量都很低，低到对身体几乎没有影响。3餐正常吃的人，吃或不吃，
身体根本感觉不出差别，一天几十块，一年下来近万元，买一个几乎没有影响，这是药师不买的第一个理由，不划算。然而故事到这里才进入正题，第二个理由就不只是浪费钱了。很多人不是只吃一罐，综合维他命一罐， B 群一罐，维生素 D 一罐，钙片再一罐，早上吞药像半桌。问题来了，综合维他命里面本来就含有 B 群和维生素 D， 叠着吃，剂量就悄悄超标了。水溶性的维生素过量了多半随尿液排掉，算是缴了安心税。脂溶性的维生素 A、D、E、K 就不一样了，排不掉，会在身体里慢慢累积。累积会怎样？台中有医院收治过一位48岁的男子，听朋友说维生素 D 固骨本，每天吞2-3颗，吃了大约2个月，先是便秘、嗜睡，一直口渴，后来直接在家昏倒，送医医验，血钙飙到 14.5， 远超过正常上限，肾功能从80多分掉到只剩20-30分。医师事后说明，就是维生素 D 补过量，引发高血钙，伤到肾，停掉补充剂，大量补充水分之后，人才慢慢救回来。这是极端案例，照建议量吃的人不必恐慌，但他讲清楚了一件事，维他命不是糖果，多吃多补这4个字放在脂溶性维生素身上是会出大事的。还有第3个理由，跟我们这个年纪最有关系。台中荣总的药师写过专文提醒，有在服用慢性病药物的人，综合维他命里的某些成分可能和药物产生交互作用，服用前应该先询问医师或药师。肾脏科医师也提醒过另一群人，部分保健食品含磷、含钾偏高，还有各种食品添加物，对肾功能不好的人来说，长期吃下去反而是帮倒忙。而现实是，站在黄金货架前面拿起安心罐的人，10个里有9个从来没问过，那到底该怎么买？有药师受访时给过3个原则，说穿了就是一句话，先厘清购买动机，不要因为别人吃了说有效就跟着吃，不要因为广告讲得天花乱坠就掏钱。有在吃慢性病药的，把保健食品的成分记下来，拿去问医师、药师或营养师。另外，也有医师直白地说，与其花大钱买瓶瓶罐罐，把鸡蛋、深绿色蔬菜、鱼这些天然食物吃够，效果胜过一整柜的补充剂。公平话讲在最后，综合维他命不是毒药，长期外食、饮食严重不均，或者被医师检查出确实缺乏的人，他有他的角色。药师反对的从来不是这罐东西，而是那个不用搞清楚自己缺什么，买就对了的心态。药师的讲法很简单，保健食品是拿来补缺口的，你得先知道缺口在哪里，连自己缺什么都不知道就狂吃，那不叫保养，叫许愿。10点整，店内广播响起，准备打烊。我们跟着药师走回门口，经过柜台前那排灯光最亮的黄金货架，安心罐在灯下排得整整齐齐，标签朝外，一罐一罐亮得像奖杯。药师停下来看了几秒，他说，这排货架的灯是全店最贵的灯，不是电费贵，是他照着的每一件商品都经过精密计算才站上这个位置，销量、毛利、档期、视线高度全部算过。10年下来，他看着这排灯光底下的商品换了一轮又一轮，酵素红过，胶原蛋白红过，叶黄素现在正红，综合维他命永远都在，客人也换了一轮又一轮。唯一不变的是大家掏钱时那个安心的表情，变的是主角，不变的是剧本，先让人怕一件事，再卖一个安心。而柜台后面的人之所以不买，不是因为他们比较聪明，是因为他们天天看着这套剧本运作，看久了自然对安心2个字免疫。他们知道真正的底气不在货架上，在3餐，在睡眠，在该挂号的时候乖乖去挂号。自动门打开，晚风吹进来，药师回头看了一眼那排最亮的货架，灯还亮着，明天早上9点它会继续亮，继续等下一批推门进来的我们。下次我们站在那排灯光前面，伸手之前可以先想起这一趟，想起罐装韩流，想起顺畅魔术师，想起那65毫克的咖啡因只剩 0.3% 的数字选手，还有永远卖得最好的安心罐。
灯光可以最亮，但我们的眼睛得比它更亮。